3年前，昆桑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。维护池塘的第2年，昆桑已经有了一些经验。山谷的小池塘里出现了大量的蝌蚪，这给附近的青蛙提供了生存环境。除了蝌蚪，里面还有一些蝾螈卵。看来这小池塘的建设对生态环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。那么这些小蝌蚪吃什么呢？昆桑给他们准备了一块五花肉，每天吃难吃的绿藻，偶尔补充点蛋白质也不错。把猪肉扔到池塘里，大部分蝌蚪还没闻到肉的香味。在他们的世界，天上突然掉下了一块肉，他们可能觉得在做梦吧。五花肉很快吸引了大量的蝌蚪。不是，你俩在这干啥呢？昆桑没事的时候就会在池塘边喂锦鲤，看着锦鲤们吃得嘎嘎香，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。池塘的水流向山谷，有一个溢流区，这里也种上了一些水生植物，不过里面长了很多藻，应该怎么清理它们呢？昆桑买了30只螃蟹，问题来了，一只螃蟹有8条腿，那么你一顿可以吃几只？把螃蟹一个个的放进水里，它们是杂食性的，可以作为池塘生态食物链中的一环。2天后，昆桑给山谷的小池塘里带来了一些青姜。和普通青姜不同的是，这些比较漂亮，这些是关贝青姜。这个山谷里有蝌蚪和蝾螈，加上这些小青姜，可以让小池塘里更加热闹。同样，在小池塘里也加上一些水葫芦，可以给小鱼提供躲避的空间。为了学习维护池塘的经验，昆桑来到古代的建筑群里，这里也有一个池塘，长10米，宽5米。古代没有电，古人是怎么养鱼的呢？奇怪的是，这个从古代就有的池塘已经几百年了，里面水清鱼亮，底部绿油油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用手捞一些看看，是大量的石藻。看来藻类对池塘里的鱼来说也是有帮助的。当然，这个池塘也经过现代手法的改造，在隐藏的地方设有过滤槽，和鱼缸的底部过滤一样的道理。过滤槽分为几个不同的过滤格，可以放置不同的滤材，通过大量的滤藻吸收营养物质，加上滤材的物理过滤，把古法养鱼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。忙碌了1天的昆桑回到池塘小屋后，等待着的是女朋友制作的美食——水煮土豆。心灵手巧的女朋友怎么可能只准备1个菜？还有土豆泥、土豆块、蒸土豆、土豆饼。更绝的是，土豆泥上摆上炸土豆。5天后，昆桑在监控录像里又发现了新东西，几只小野鸟。自从池塘出现了翠鸟、野鸳鸯和苍鹭，昆桑对这些小东西也见怪不怪了。这个小鸟也不会对鱼造成什么危害。不过后来出现的这只鸟好像不太对劲了，它是绿鹭，主要以鱼为食，而且画面中出现了好几只。更惨的是，它也是一种保护鸟类，受保护了不起，是吧？与其让这些小野鸟糟蹋了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昆桑取出一些鱼食，加上水后用手使劲揉搓，慢慢的鱼食就变成了一个球。把鱼食放进地笼里，当鱼儿被美食吸引的时候，就会被困在地笼里出不去。昆桑想看看这个地笼可以在自己的池塘里捞到多少鱼，把地笼扔进池塘里，接下来就是静静的等待了。1个小时后，昆桑来观察地笼，里面有东西在动，倒出来看看。好家伙，一条鱼没抓到，只抓到一群泥鳅。在自己养鱼的池塘里抓鱼还挺好玩的，至少不会空军把它们再扔回去。除了大泥鳅就是小泥鳅，这里还有只大蝌蚪，已经长出了后腿，也给它扔回去吧。仔细看了一下，地笼里面还真的有条鱼，是只斗鱼。之前放进去的斗鱼居然还活着，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喜欢吃虫子，把它也扔回去。地笼的角落里还有只麦穗鱼，号称水中小强，非常常见的一种小野鱼。看来一些大鱼，特别是锦鲤，对于狭窄的地笼不太敏感。在喂锦鲤的时候，看着平静的水面，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个黑影在旁边悄悄地露出头来，这还挺吓人的。原来是那条黑鱼，几个月不见，它长得更大了，比锦鲤大得多。刚刚放进池塘的时候只有15厘米，现在看起来大概有40厘米了。有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在岸边，好像根本就不怕人。在观察池塘的时候，水边发现了2只蜜蜂，山坡上种了很多植物。昆桑决定做几个蜂箱，一是可以吸引一些野生的蜜蜂，等它们大量繁殖的时候还可以吃蜂蜜。之前整的蜂箱在经历过台风后，蜜蜂都被吹跑了，这次用木头
重新做一些新蜂箱，在蜂箱内部涂抹蜂蜡，可以更快的吸引蜜蜂住进来。把蜂箱放在山坡旁边，不久后应该就会有很多蜜蜂了吧。1个月后，检查一下蜂箱，蜜蜂没来，蜂箱里出现了一个马蜂窝。好家伙，他们倒是在蜂箱里安家了。这个马蜂窝已经建造了一段时间了。巢里那个小白点就是带黄蜂产的卵吧？这些带黄蜂会吃飞蛾和蝴蝶的幼虫，但是也会骚扰蜜蜂。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。昆桑决定继续观察他们，既然要做邻居了，那得先给邻居送点礼，切一块五花肉给他们，马蜂们还挺喜欢吃的。好了，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